我现在面前的呢就是国行版本的 Apple Vision Pro。今天的视频里呢，我会带来这款国行产品的开箱，以及跟大家聊一聊在下单 Vision Pro 之前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事项。另外，我会在下一支视频当中跟大家反馈使用将近半年时间 Apple Vision Pro 有哪些新的感受、新的优点、新的不足。当当啊，当然这款我们2月份就已经当过了，我们把它拿出来放在一边。这个位置，这里有一块专门用来擦拭眼镜的抛光布。这个呢本身是一个替代用的啊，就这个位置已经有一个遮光垫了。这里有一本精心印刷的使用小册子啊，毕竟这是一个全新的品类，很多同学可能还不太会用。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双圈绑带，能够提供更舒适的一个佩戴。下方则是这款产品的充电设备啊，这里是一枚30瓦的 USB-C 接口的充电插头，这里是一个双 Type-C 编织数据线，这里就是 Vision Pro 的一个电池。好了，我们现在来解锁这款眼镜啊。这是一个保护罩，这个不要扔啊，这个可以时时刻刻保护眼镜。接下来我捋着 Vision Pro 的下单界面给大家逐个分析，核心就是帮大家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我们第一个问题，遮光罩怎么选？当大家下单的时候呢，会提示用 Face ID 去扫描你的小脑瓜，这一步主要就是确定遮光罩的尺寸。系统呢会根据扫描到的数据自动匹配遮光罩大小。大部分用户最常见的2个尺寸，一个是21W， 一个是33W。我就以这2个为例来说说这个21和33是什么意思，这个 W 又是什么意思？这个 W 呢就意味着脸略宽啊，还有一个 N 就是小窄脸啊，这个部分大家不用改，系统推荐什么啊就接受自己啊。核心差别呢是在这个数字，其中我们看到21W 中的21，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就是眼罩的深度是21毫米，对应着双眼到 Vision Pro 屏幕的距离更近，而33W 则意味着深度是33毫米，眼睛和屏幕距离略远。21毫米呢会在观看的时候拥有一个更大的视野，相比之下 33W 因为距离稍微往后退了一点，所以视野会相对更小一点。如此看来 21W 好像是那个更好的选择呀，谁不想要更大的视野呢？但是21W 也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不太舒服。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21W 和33W 贴合额头的那一条弧线，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21W 要更加陡峭。大家还记得我在2月份评测 Vision Pro 的时候曾经提到啊，就是我 Vision Pro 戴1个小时的时候，这个2个眉骨就这2个位置会特别疼，这就是因为它的中间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凹陷，导致它贴合不到我的额头，也就是说我在承重的时候只有这2个位置受力。我发现我佩戴33W 之后，明显贴合度更好了，受力更均匀了，舒适度是大幅提升。所以从我个人的使用反馈来看，我会愿意牺牲掉一点点视野，换来更舒适长久的佩戴体验。如果你在21W 和33W 之间纠结，那么我会优先建议你先去店里自己试戴一下，感受一下。第2个购买问题，到底是应该戴隐形眼镜，还是配官方蔡司镜片，还是选择第三方镜片呢？这3种我都长期使用过。第三方镜片的优势就是便宜啊，大概200-300块钱吧。体验的话呢一般，核心原因呢是苹果需要对蔡司镜片有一个验证，它才能够正常工作。使用第三方镜片，画面隔一阵子就会出现一个画面的闪烁抖动啊，就像这个样子，当然比这个更快。由于无法绕过官方的验证，那第三方会在镜片上挖2个洞啊，这2个洞我推测应该就是对应着 Vision Pro 内部去扫描你眼球方向的那个传感器，抠洞之后它的识别准确率明显提升了，但是呢会丢失一部分视野。具体体现在大家看这个画面啊，就是挖洞这个位置，那个边缘交界那个位置啊，因为镜片它是有一定厚度的，这个厚度就产生了一个画面折射，所以说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存在感还是挺强的。第2个解决方案就是官方的蔡司镜片，价格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是蔡司的镜片，适配非常完美，做工非常扎实，磁铁吸力非常强劲，几乎感受不到镜片的存在。蔡司镜片呢可以配近视镜，也可以配老花镜，散光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佩戴的是矫正斜视的那种棱镜镜片，那么目前官方还不支持定制啊。但是我推测斜视的用户，即使的2个眼睛的方向不同，依然可以通过单眼
去控制这个定位啊 ，Vision Pro 里是支持这个设定的。第3个大家关注的解决方案就是佩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其实体验是不错的，但是不足就是成本太高，非常贵。我入手的是普遍好评、舒适度很好的叫强生隐形眼镜，是日抛型，1个月2只眼睛大概要花费700-800块钱。这样的话，看2个月，价格就已经要超过一副蔡司镜片了，对不对？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平时就是使用隐形眼镜，日常去生活，官方的蔡司镜片就是目前最好的选择。这看不清啊。第3个购买问题啊。256GB、512GB 还是1TB，我该如何选择呢？首先跟大家说明啊 ，Vision Pro 本身是没有任何数据接口的。目前传输的方式呢，一个是从云端下载，另一个就是 AirDrop。所以说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目前存储的这个容量啊。迪士尼电影大概一部是10GB 左右吧，游戏的话呢，大概一个是4GB 左右。我自己这台是512GB 存储，目前使用了150GB 左右。如果你的 Vision Pro 基本就是在家用，那你就选256GB，100%够用。如果你要旅途中携带啊，你要存储大量的视频，那么可以考虑一下512GB。毕竟啊，这款设备它的售价已经达到3万块，两个存储版本其实差价只有1500块，也就是总售价的5%。如果你说你3万块都花了，最后因为这1500，结果产生了遗憾，对吧？那我觉得可能是需要考虑的。我自己买的就是一个512GB 版本，我个人目前是不太推荐1TB 版本的，因为仅从现在的这个软件生态来看，我是没有看到哪一个应用需要那么占空间。第4个购买问题就是 Apple Care 加是否值得购买呢？ Vision Pro 的 Apple Care 加呢有2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买2年要比买1年更便宜，第2个它是支持无限次数维修的。2年的 Apple Care 加价格是4000块，这个着实是不便宜。我个人使用了小半年的时间嘛，我的一个感受是 Vision Pro 啊，受损的概率不会非常的高。大家只需要记得，在拿起这个 Vision Pro 的时候，你不要拿遮光罩的这个部分，其他的环节呢，我觉得问题都不会很大。这个部分很多同学会有一个什么感受呢？就是他觉得哇，这个好漂亮的一块玻璃屏幕，对不对？那我用手拿的时候，尽量不要给它沾上指纹。于是大家在拿的时候就喜欢拿在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织布材质的嘛，对不对？但是殊不知这个位置它是通过磁铁来吸附的，这个磁铁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个所有的重量。实际上在官方说明书里有专门一页内容，看到了吗？就是提示大家，我把镜头放大一点，当你们拿起 Vision Pro 的时候，请握住铝框，不要握住遮光罩。所以我就是连那个塑料的保护壳，我其实也是不推荐的，因为本身就不轻巧，你再加上一个壳就更重了，对不对？第5个购买问题就是要不要购买这个官方旅行包？2个角度的评价吧。首先，官方的品质非常的高啊，无论是外观啊，这种皱不拉几的这种质感，它这个皱皱巴巴的，里边有一点像羽绒服，就是它这个表层和里边这个壳是中间有一些气体的，你摸上去的时候，它就能感受到有一个缓冲。还是内部它那种植绒的手感，还是对于 Vision Pro 本体的保护，真的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1分钱1分货。但是这款旅行包不足的是，它的体积相当的大，就是你放进背包或者单肩包里都是比较勉强的。放在旅行箱里呢，它有的时候它还要占据旅行箱一半，要更多的那个体积，所以我反而不太愿意带它出门。目前这款它的购买推荐度呢，应该算是一般吧。你可以观望一下国产的第3方，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它能有一个斜挎背带，那样就好了，就是你平时是斜挎着，你想使用的时候呢，你就拿出来带上，这样电池你还能继续放在这个斜挎背包里。第6个问题，要不要额外再购买一块电池呢？2个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消除续航焦虑啊。不过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不需要第一时间下单购买啊，你可以自己先一块电池使用1个月感受一下。Vision Pro 单块电池它的续航大概是在2小时到2个半小时之间，当然你要连着充电线的话就是无限续航。我自己的一个使用感受是，一般看2个多小时也可以摘下来放松眼睛了，对不对？你高强度连续看4-5个小时的那种使用场景好像也不多吧？美国往事。
第7个问题，要不要额外购买贝尔金电池夹呢？这个电池夹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哪怕我自己在家我把 Vision Pro 的电池放在睡裤口袋里，也会有一些觉得往下坠。这个时候呢，夹在裤腰上相对来说更稳定一些。但是一个贝尔金的电池夹，它居然卖399，我觉得大家可以等一等第三方的电池夹。都闭嘴，我说一个数，99。第8个问题，是否需要买一个第三方的那种连接件儿，让佩戴更加舒适呢？这个部分我强烈建议入手啊。虽然说这个连接件做工非常之粗糙，期待大厂跟进一下，但是实际提升是非常明显的。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单绑带我大概可能1个小时左右就接受不了了。后来我测试双绑带，大概可以突破2个小时，而打印件配合自己再购入一条单绑带，几乎就可以让不适感永久消除了。后边你后脑勺这根绑带，我建议选择大一点尺码的，比如说 M 或者 L。上边这根头顶的绑带呢，我建议 S 号。这样的一个绑带呢，势必要牺牲一些颜值，就是后边这个绑带几乎不需要加紧了，上边这根绑带承受足够的力，就已经能够非常舒适的配搭了当然我现在是黑着的什么也看不见还没有插电源。第9个问题，美版 Vision Pro 在国内是否有保修呢？可以保修只要你所在的那个地区已经开始销售 Vision Pro 了，就支持 Vision Pro 的保修。以上9个知识点就是我想在国行版本正式开卖这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我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曾经评测过 Vision Pro， 但是当时因为缺少中文显示以及中文商店，所以对国内用户来说更多的是看个热闹。我会在下支视频中更新我对于国行版本 Vision Pro 的使用反馈，以及Vision OS 2的一些使用反馈，以及过去几个月的时间我对于 Vision Pro 这款产品全新的理解。欢迎大家收看，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